去年，景甜靠着司藤中的旗袍造型 A 爆全国，撕掉了资源咖的标签，精致的旗袍将她的身材优势展现得淋漓尽致，简直就是人间富贵花本花。讲道理，她也许应该学着流量艺人那样乘胜追击，辗转各个剧组无缝衔接拍戏，趁热打铁，用作品数量固粉。但景甜偏偏没有这样做，也许是她的旗袍技能有 CD。足足隔了1年之后，前不久，她终于穿着旗袍，再次英姿飒爽地站在观众面前。这完美身材简直是绝绝子，男人看了身上不禁燥热，女人看了心里不禁嫉妒。大甜甜的名古造型就是 YYDS，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大甜甜的这部新剧《流光之城》。Hello， 宝宝们，咱们又见面了。《流光之城》开播之前就因为一张吻戏的鹿头照吊足了观众的胃口。鹿头中景甜的肤色用白到发光来形容也毫不为过，自带反光板特效的她，直接将身边的许魏洲笼络在自己的阴影之中，让人非常期待这对 CP 的表现。在《流光之城》中，景甜是家道中落的冯家小姐冯世珍，她和母亲虽然过着颠沛流离、惴惴不安的生活，但与生俱来的豪门贵族感让她依然像只孔雀一样骄傲地抬着头，这点倒是和去年的司藤不谋而合。这里的人设也算是个傲娇女王。再次穿上旗袍的景甜，这身材简直让人流口水到绝滴，只要是个正常人，内心一定都会发生悸动。请大甜甜把旗袍焊在身上好吗？司藤中腹黑毒舌的景甜调教林放，这只不服管教的奶狗。到了流光之城，这一对又是姐弟恋，还是御姐拿捏小奶狗的套路。男主许魏洲饰演的荣家尚，起初是狂拽酷炫屌炸天的纨绔子弟模样，被高冷御姐冯世珍调教过后，慢慢的也显露出忠犬的属性。男女主的结构 CP 磕起来味道确实不错，剧情上也不是普通的偶像剧套路。冯世珍为报家仇，以教书先生的身份混入荣家，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获得荣少爷的好感及信任，但偏偏荣家尚是个不服管教的纨绔子弟，各种处处和冯世珍对着干，还在课堂上折纸飞机，明目张胆地挑逗女教师。冯世珍为了完成自己的潜伏任务，便打算使用美人计攻略这个难缠的主。景甜就像个忠犬训导员，无论是多么狂野的男主，最后都要拜倒在他的旗袍之下。很多观众对此表示，已经在期待更多的一线男星和景甜合作了。荣家尚没有坠入爱河的时候，表现得像一个缺爱、没有安全感的富二代，且每天摆出一副别人欠了他钱的模样。通过冯世珍的调教之后，很快就变成了一只女主限量版的单纯有爱的小奶狗。但其实荣家尚出了冯家的大门，就立刻收起笑容。审讯犯人时，那副霸道狠毒的模样，简直是前后判若两人。前期的男主隐藏实力，伪装成纨绔少爷，整日喝酒跳舞，给人营造出一种草包式的状态。黄埔军校毕业的他，智商高，善于观察，嗅觉敏锐。自冯世珍进入荣家，便处处观察他，长时间的相处，怎会发现不了他的端倪？只是爱到无法自拔，不想拆穿罢了。对其实行了碟中谍，不过他对女主的爱是真的，明知道他是间谍，仍是无法自拔的爱上了他。男主实力很强，射箭、打枪、功夫样样好。仔细看剧后，就会在各种细节中发现。不过《流光之城》也有不按常理出牌的地方。冯世珍刚进入荣府，就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。荣府2位小姐正在庭院作画，大小姐方琳看到冯世珍来了以后，便让她点评自己和妹妹谁画得更好。看到这儿，我下意识地以为荣芳琳是个不好惹的大小姐，此举正是给刚来的冯世珍下马威呢。至少按照往常偶像剧的套路来说，荣家大小姐这种行为就是妥妥的刁蛮千金。没想到笔画只是荣芳琳用来试探冯世珍的方法。等冯世珍回答后，她便放下了大小姐架子，其实小姑娘也就是个单纯的大小姐而已。从这儿可以看到，《流光之城》在设定上虽然和其他偶像剧大差不差，但这部剧也有反套路的一面。目前很多地方看起来还是挺带感的。以往偶像剧女主中最常见的人设就是柔弱小白花，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，大事小事都由男主承担。男主的存在对于小白花来说，相当于游戏中的外挂。冯世珍之所以被人喜欢，就是因为她这个角色不随大流。冯世珍，一个看起来知书达理的文静女子，知道荣太太需要一个棋子，她便表现得乖巧听话。可实际上，冯世珍是个不卑不亢的女孩。看到母亲被弄堂里的寡妇欺负，她会直接挺身而出，宁愿被大家当成泼妇，也不愿意让母亲受到一分委屈。虽然外形上很像司藤，但冯世珍与司藤在性格上截然不同。她不是个冷美人，
知书达理却不愿受半点委屈，伶牙俐齿还能颇有风度。景甜的仪态极为优秀，贴身旗袍正好映衬出了她的身材曲线，而且并没有端着架子，情绪流露非常自然。人间富贵花称号可不是白得的。其实双商在线、打开金手指的富家小姐也常常出现在偶像剧中，可不少都因演技浮夸、设定离谱，极其劝退观众。景甜作为捧不红的体质，竟然能凭借网剧出圈，说明还是要选择合适的角色。作为偶像剧，《流光之城》的受众范围明显是年轻群体。里面的服饰其实一般，但选角完美，妆容与发型古色古香，整部剧的色调非常舒适，恰到好处的滤镜，复古又清新。首先，剧中没有采用磨皮到看不清五官的美颜滤镜，某些怼脸镜头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主角脸上的皱纹。特写镜头下许魏洲根根分明的汗毛，更是被网友吐槽像大猩猩。不过最亮眼的当属景甜在剧中的民国风造型，不用多说，一个美字就能概括。虽然《流光之城》在滤镜、服装方面表现得还不错，但还是得吐槽一句：景甜的卷发造型真不是按照干脆面粘贴复制过来的吗？这生硬的弧度，说是搓衣板也没有毛病。如果发型能自然点，就是毫无疑问的完美造型了。在感情线上，女主创造独处机会，故意撩拨又远离，欲拒还迎把男主拿捏住。女主智商情商双在线，故意给男主温暖，两人在情感上突飞猛进，一个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，另一个看似是猎物，其实也是高端的猎人。女主不自觉地深陷其中，双向奔赴的爱情才最甜。随着剧情推进，两人在相互了解中逐渐认清彼此，展开相互试探，彼此之间又相互吸引。有一个片段值得好好说说，在男主自己试衣服的时候，他偏偏要自己的家庭教师为自己戴袖扣，还有系领带。女主还没咋地呢，她看着人家姣好的脸庞，目不转睛，耳尖通红通红的，最后慌不择路的推开人家，还 diss 了人家一句：“你就看看吧，对人家有意思不能直说吗？”荣少也不好意思了，还非要摆出这种傲娇的姿态，到头来不还是要去追妻？荣大少爷的套路可真是骚呢。冯世珍和荣家尚是近几年影视剧中少有的双 A 组合。冯世珍虽然家道中落，但是面对荣家一行人时，从来没有低声下气，也没有觉得自己就低人一等，因为在他眼中，即使自己落魄了，家世不如荣家尚，可抛开外在因素而言，他们就是平等的个体。作为新时代女性，冯世珍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强并不是依赖任何人，只有自强才是强的根本。荣家尚和冯世珍之间的拉扯感，就是因为双方都足够强，才能产生这么奇妙的化学反应。除了主演的主线外，冯世珍和他的合作搭档金超饰演的七爷也很有看点。他想要扳倒荣家，可他却无法获得真正有价值的消息与证据。当两个人有共同的敌人时，合作是最好的方法。七爷是冯世珍背后的依靠，甚至可以说冯世珍可以变成如今的他，是在七爷的塑造下。随着剧情的发展，七爷与冯世珍之间有可能不再是单纯的合作关系，情感纠葛将随之而来。不过，七爷的真正身份是什么？他对付荣定坤单单只是为了匡扶正义吗？这也成为《流光之城》的一大看点。悬疑复仇剧的爱情元素总是与众不同。荣太太想用冯世珍吸引荣定坤的目光，却没想到先被冯世珍吸引的却是荣家大少爷荣家尚。观众似乎已经开始期待这样的剧情，原因很简单，景甜和金超看起来 CP 感也很足。景甜与许魏洲有年下恋的感觉，与金超却是另外一种类似霸总的 CP 感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两种 CP 感都已经被观众接受。景甜在一部作品中塑造了两种被认可的 CP， 单凭这一点就足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。另外，王一菲的古装造型整体显得俏丽且活泼，将她精致大气的五官诠释得恰到好处。而她这次却演绎《流光之城》女主角好闺蜜小宝莉。娱乐圈出道多年，王一菲演绎了不少恶毒女配的角色，在杨紫、邓伦主演的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中出演穗禾公主。她为爱痴狂还不择手段，最后被旭凤嫌弃，也失去了曾经美好单纯的友情。这次的小宝莉一角是在舞会上谈笑风生，为人圆滑又精明的交际花，造型惊艳复古，每每游走在各种权贵身边，内心却始终坚守着清醒和独立。《流光之城》作为景甜在司藤之后参演的第一部剧，在各个方面都备受期待。从目前更新的剧情来看，除了配音方面有些吐槽外，其他方面都还不错。起码对于一个颜控来说，颜值高、造型美就是王道。最难得的是，景甜在剧中的演技也达到了水平线，人设不错，剧情也可。整体上说，这
这部剧呈现出的效果还是很圈粉的。俊男美女的搭档，又饰演狗的春天，冯时珍身上的复仇线，以及和荣家上的爱恨纠葛都很有看点。而且这才刚刚开播，后面的剧情也许会更加精彩。那么喜欢民国偶像剧的朋友可不要错过了，这波入手绝对不亏。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。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哦。